在俄罗斯的万米高空，有一架中国国航的客机，险些迎面撞上另外一架中国飞机，机上的300多名乘客经历了一次空中惊魂。这飞行员水平太差了，而这背后的原因值得咱们每一个乘客深思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3号。今天早上呢，我看了一个新闻，吓得一身冷汗这国航飞机你以后还是少坐。我们看新闻来源，据国内的网易小红书抖音都是这个事儿。时间发生在前几天的7月7号，中国国航 CA967， 这是一架从上海浦东飞意大利米兰的飞机。这个机型我们说一下，它是一个300到350名座位的 A350 空中客车宽体飞机，它对标的呢是这个梦想。那这种大飞机它正常往西飞就可以了，怎么可能和对面飞机撞上呢？问题就出在飞行员和俄罗斯塔台之间的沟通问题。咱们再往下看，这架飞机在途经俄罗斯黑海上空，这个黑海上空你打开地图看一下，已经马上要飞出俄罗斯，要飞入黑海，那个地方过了以后就是西欧了。所以说在后半段这个飞行员据内部人爆料，他正在和空乘人员一起喝茶聊天呢，而把这驾驶飞机的工作交给了副驾驶，而这个副驾驶不是国航的，是深航暂时调过来让他带的小徒弟，当然了，那个级别也不低。而这个人呢，英语听力不好，他在和俄罗斯空管沟通过程中呢，他听错了一个语音，一共语音呢7分钟，前边不重要，我只是告诉你抓重点。其实这个俄罗斯空姐或者说塔台的这个女士，她同时指挥着至少7架中国飞机，我数了一下，除了这个中国国航的 CA967 是飞意大利的，还有一个海航的飞机，另外还有一个中州航空的货机，还有一个菏泽牡丹航空公司的，这也是山东的，也是一个货机。他同时在指挥这么几架飞机，还有几个编号呢不重要。总之这位副驾驶他听错了，他把指挥上一架飞机指令呢听成他的了，他就开始上升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有一架中国顺丰的货机正在往东飞，他在往西飞，他听成了紧急上升，啪！在这个时候空中客车这个新型飞机它有一个防碰撞的预警，预警了以后滴滴滴报警赶紧错开，好像是错了15度，这个300人是避免了这个空难。那我们就来分析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其中我刚才讲到了，第一呢是他同时指挥多架飞机，这个人英语呢也不咋地，俄罗斯口音。第二呢，这位副驾驶他听不太懂，听力不行的时候他怎么当上飞行员的呢？怎么当上大队长呢？一会儿我再告诉你。他听不懂的时候呢，他也不去附和，也就是说你说的是不是指挥我呢？然后呢他就开始真的上升，但是被对面的发现了，说你为什么要上升他那时候就已经着急就用中文沟通了，说他不是在指挥你呢，他在指挥别人的飞机呢，你不要上升，上升咱俩就撞上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后来呢，这俩人说咱们得往给自己的航司要写报告，这个航空要调查的。我相信呢顺丰的这个人应该收到奖励，因为他看到对方了，目测都看到了，俩飞机就差100米。这个国航的飞机这俩飞行员我估计都得开除不判刑就不错了。那我们来深层次分析一下，他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？你来听一下录音后半段后边就用中文。
那姑娘他妈在这起哄，我操！我们在这儿稀里糊涂的，我操！我说咋回事？我们有自动避让，你们有吗？我们是767，没有自动避让，我所以说就赶紧那个他指挥我右转航线115的，我就赶紧右转。我一看我是右转了之后，结果就 T 杠421下降了。哦，他的责任，反正我跟他们也说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说。我操！我估计这种事件只会写报告是吧？那这肯定要写报告的，这必须要写的，这是我一会儿就得给家里边先说一下啊。那个您的电话有没有记？有没有啊？咱们就是下来之后有。后边就是俩人留电话，留了一个186手机啊，这俩人要写报告。其实啊，黑匣子早把这事儿给拍下来和录下来了。当时啊，主驾驶正在和空乘人员呢喝茶啊，我估计是乘务长，一般空姐也进不来。第二呢，这副驾驶心不在焉的，他听力不好也没复合。我认为这俩是直接责任人，你不能说完全怪俄罗斯。当然了，有俄罗斯口音，这也是一个方面。那深层次原因是什么？有人就破案了。这俩人啊，还是暴露了国航公司啊管理问题。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。我们来看有人爆料。深航机长送去培训，这两个人呢都是中队长，一个叫陈某成，一个叫潘某文。两人本来是350培训检查不合格，但是呢，深航是硬保下来的。副驾驶本身资质不合格，国航机长在跟空中小姐聊得火热的时候，还在给乘务员倒水，这个被这个黑匣子拍下来了。副驾驶在那个时候因为资质不合格、水平不够，无法理解空中管制的指令，导致错误听从要求上升，就这么回事。然后触发了空中客车的警告。那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？还是内部啊，不是看你的考核成绩，而是看关系，关系好你就能飞好飞机。另外啊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问题啊，是钱的事儿。深航送去的人水平太差，国航为了给深航增资扩表，减少负债率，要给深航5架350客机，于是才有了人员培训这样的事情。不然深航资产负债率太高，不扩表，银行就无法再贷款，不贷款就发不出工资。前几期节目我讲到了，有一个航空公司的人员呢跳楼了，就是因为和上级因为要裁他。现在东航、国航和南航都亏损，所以说啊，他们接下来呢，内部啊竞争更加激烈，那就不是拼能力了，要么是末尾淘汰，要么呢就是拼关系，关系不硬的你就往下走。所以呢，以后我给大家的建议啊，你尽量选富国的航空公司吧，有2个原因，富国呢不差钱儿，第二呢，富国的人命啊，它比较值钱。真的出现事故要赔上百万甚至是上千万，我说的每个人呢。所以说你在选这种美联航啊，或者是全日空啊，或者说德国汉莎呀，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放心的。像什么印度、中国、越南这种相对比较贫困的国家呢，它就抠。首先航空公司亏损的话，它就压低成本，无论是飞机保养还是飞行员的考核啊，都是很变态的。甚至是把飞行员挤兑呢都还不起房贷了，所以说可能就带着一飞机人呢直接就扎地底下去了。所以说还是大家啊避开国内的航空公司，好吗？关于这件事儿您有什么想法，咱们在留言区共同探讨。再见。